大家好，我是维玲阿姨。我们今天呢要来做菠萝奶酥面包。这个奶酥的皮呢是用高筋面粉做的，所以非常的酥脆。里面的奶酥呢，不会太甜，非常的好吃。这个食谱呢，我用了汤种，所以说呢特别的松软。因为家里自己做的面包不会放一些改良剂，让面包可以保持的很久。所以有时候你面包隔夜之后就会变得比较硬。但是你可以加汤种，这样面包到隔一天都还可以很松软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汤种的做法很简单，我会把视频连接在右上方。放入高筋面粉、低筋面粉、酵母，还有砂糖、冰的牛奶，还有汤种。搅拌到扩展阶段。扩展阶段的意思呢，就是面团已经开始形成面筋，可以拉出比较厚的膜，然后呢有一个比较粗糙的洞，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加入奶油。面团会因为搅拌的时候摩擦，温度不断的上升，但是你尽量要维持面团的温度低于26度。如果真的实在是太热，那你可能要包一个冰袋在外面。要打到这样才是完全扩展阶段，可以拉出一张透明的薄膜，然后这个洞是非常整齐的。把打好的面团呢，撒一点面粉在上面，用刮面刀呢把它翻面，然后滚圆。用刮面刀还有手不断的转动这个面团，它就会越来越光滑，这样就是滚圆。发酵到面团体积大约是本来的2.5倍，可能需要1个小时。趁着面包发酵的时候，我们来做奶酥馅。室温的奶油加上过筛的糖粉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加入盐、蛋、加入奶粉、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在这时候加一些蔓越莓或者是葡萄干。奶酥外面的脆皮几乎是一样的做法，奶油、糖粉、蛋、加入高筋面粉，还有一点点的奶粉，添加香味。这样奶酥皮就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发酵了1个钟头的面团，你看它已经2.5倍了，而且里面是充满气孔的，这表示它已经发酵得很好了。面团发酵好了之后，你戳一个洞下去，它不太会回弹。相反的，如果它还没有发酵好的话，你看左上方的图片，它那个洞会一下子就缩回去了，那就还没有好。在缩面上撒一点面粉，然后呢拍出大气泡来。这时候你真的要很轻柔的对待这个面团，因为空气已经在里面了，你不要把它所有的空气都打出来，就这样拍一拍，把大气泡拍出来就可以了。分割成6等份，大约60公克一个。分割好的面团呢，把它
翻一下面，让光滑面朝上，然后呢，把它滚圆，一样不要太用力，因为里面已经有很多的气泡在里头了。滚圆的小面团呢，你要让它松弛一下，大概要20分钟。不要忘记盖上保鲜纸或者是湿布，不然面团会变得比较干燥。把奶酥馅和奶酥皮都分割成6等份。拿一个松弛好的面团，撒一点面粉在上面，然后中间拍下去，再把两边的气泡也拍出去，一样你要很轻柔。包入奶酥馅，缩口要收紧。可以轻轻的在桌面上滚圆，但是不要太用力，不然那个奶酥馅会一直往上跑。拿一颗菠萝皮，然后用另外一张保鲜纸把它擀开来。把面包放在菠萝皮的中间，然后呢，用这个保鲜纸把它整个提起来，压紧。用刮面刀呢，画出菠萝皮的这个裂痕。我觉得呢，在这个压这个裂痕的时候，面包稍微会被压得有一点扁，所以我都会另外再整形，把它往中间集中一点。这样子烤出来的面包呢，会比较圆圆鼓鼓的。现在我们进入最后的发酵，大概也需要1个小时，一直到它双倍，而且都有裂痕了。放进烤箱之前呢，先涂一点蛋黄液，然后呢，大概烤15分钟，190度。最后的5分钟呢，我会降温到160度。听得出来吗？皮真的好脆啊！满满的奶酥馅，面包很松软，非常加了汤种的面包就是非常的松软，满满的奶酥馅，非常的松软这个面包。尝一口看看，真的皮真的非常的脆，很好吃。尝看看奶酥馅，非常的好吃，你们一定要试看看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请帮我点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